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油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地球上最神秘的地区。有人说这里是平行世界的入口，也有人说这里有一个时空隧道，误入的船只很有可能都穿越时空了。虽然这里发生的事故都被科学家一一证实了是自然事故，但是这么多的事故都发生在同一片海域，难道真的是巧合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——百慕大三角区，也被人称作是魔鬼三角区。百慕大三角区是在北大西洋，由百慕大群岛、波多黎各和佛罗里达州南端这3个点形成的三角海域，面积大概是116万平方公里。这片海域之所以这么出名，就是因为轮船行驶到这片区域的时候，经常会发生离奇的事故。不光是轮船，就连飞机飞过这片海域的上空都会出事儿。据记载，这个地方光是从1880年到1976年间，就有200起轮船和飞机在这里失踪。有人怀疑说，这会不会是海盗干的？因为百慕大三角区距离加勒比海很近，这里盛产海盗是吧？在加勒比海盗电影里边也出现过百慕大三角区，在电影里边称这里叫做魔鬼三角洲。但是当我们看完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故，你就会发现，这绝不会是海盗的作为。因为这里之所以这么出名，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海难的数量多，而是这片海域发生的事故很离奇。事实上，保险公司做过统计，这片海域相较其他海域的事故数量并没有多少，只不过其他海域的事故都是自然事故，这里的事故有点不太自然而已。有很多进入这里的轮船都神秘失踪了，而且往往是失踪一段时间之后，这艘失踪了的船又从别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了，然后是船上空无一人，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幽灵船在海上飘着。百慕大三角区最早的一起神秘失踪事件发生在1840年，当时从法国出发的货轮罗莎里号行驶到古巴附近失去了联系。因为在那个时候电报还没有普及，当时人们沟通使用的是信鸽，所以没有办法确定罗莎里号具体的失联时间，只能统计最后一次发信是什么时候。失联了之后，美国立即派出海军寻找，在几周之后，他们在百慕大三角区找到了罗莎里号。本来他们也是以为这艘船是被海盗给抢了，因为这是一艘货轮，上面装满了葡萄酒还有香水一类的奢侈品。但是当他们找到船之后，登上去一看，船舱里的货物一件也没有少，而且船也是完好无损，没有任何异常，也没有打斗过的痕迹，只是船上的船员全都不见了。大家都很诧异，到底是遇到了什么导致这些船员弃船逃跑，而且弃的还是一艘没有任何事故的船？又或者这些船员是被什么人给捉走了？捉他们的人显然是对钱财不感兴趣，只是抓了船员。这起案件始终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所以从那之后，百慕大三角区被越传越离谱。还有很多小说把罗莎里号写作是幽灵船。电影兴起了之后，这个题材也被拍成了电影，也很受大家的欢迎，所以百慕大三角区直到现在都有很多人关注。有关百慕大三角有时空隧道的传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被传出来的。据说在1954年，古巴举行过一场热气球比赛，起点是瓦哈纳，终点是波多黎各。当时参赛的一共是26个热气球，每个热气球上有2名驾驶员。等比赛结束了之后，却只有25个热气球到达了终点。当时警方也是顺着这个路线找过了，但是沿途都没有，这个案件也就成了一个没有破获的失踪案。而到了1990年，这起失踪案发生的36年之后，在百慕大三角区突然出现了一个热气球。这个热气球被当时的古巴海军的雷达给监测到了。当时古巴的局势很紧张，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，所以当他们发现空中有不明飞行物的时候，就立即出动了海军空军，直接把热气球逼停在了海上的巡洋舰上边。随后热气球上的2名驾驶员被押回了古巴的军事基地接受审查。这一问两边都懵了。这2名驾驶员就声称自己是在瓦哈纳出发，正在参加热气球比赛呢，就被你们给捉到这儿了。军方也是一头雾水。等都了解清楚了之后，军方根据这2个人的描述一查档案，确实是在1954年有这么一起没有破获的失踪案。这只是一个传说没有官方的认证，但接下来的事件却是真实存在的。1910年，美国制造了一艘巨型游轮独眼巨人号，这艘船将近550英尺，是当时美国最大的货运游轮之一。这艘船自从1910年下海之后，就一直在海上运货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事故。到了1917年，美国参加一战，独眼巨人号就成了美国海军的官方用船。到了1918年3月，这艘船在百慕大三角区出事了。独眼巨人号连同306名船员神秘失踪，
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一块独眼巨人号的残骸。它就像是在海上蒸发了一样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就连求救信号都没有发出来。当时的通讯设备已经基本完善了，出海的轮船一直通过电报与陆地联系。如果这艘船是遇到了自然灾害，船长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，与距离最近的轮船联系。因为像这种巨型的轮船，就算遇到了很严重的事故导致沉船，那下沉的速度也是很慢的。就像泰坦尼克号撞到了冰山，下面裂了一个很大的口，像那种情况下也用了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才完全沉入海里。所以说，如果独眼巨人号是遇到的自然事故，那肯定是有时间发送求救信号的。所以当时专家分析，这艘船应该是瞬间失事，还没有来得及发送信号，整艘船就被拖进了海里。而且还有一点不能解释，就算是船被瞬间拖进了海底，但是事后海面上也会漂浮一些船的碎片或者是货物之类的。但是它失联之后，搜救船到了那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，就好像独眼巨人号根本没有来过一样。这艘当时美国最顶级的邮轮，连同360名船员，就这样在百慕大三角区消失了，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。在2012年，网上突然流传出了一篇关于百慕大三角海域的报告文章，上面就写了多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了联合小组，已经对百慕大三角区进行了全面的扫描。他们用声呐回声测绘检测到，在百慕大三角的海底有一座周长300公尺、高200公尺的类似金字塔的建筑。他们推测这座海底金字塔的材质是玻璃或者是水晶的材质，因为它的表面是光滑的，属于半透明的状态。而根据他们对海底石灰岩的分析，证明了海底这片区域在1.2万年前曾经是陆地。这片区域就好像是曾经高度文明存在过的痕迹。我们在之前讲月球的时候也提到过，月球的背面也发现了类似金字塔群的建筑。那百慕大三角的海底连同埃及金字塔和月球是不是存在着某种联系？这3个地方似乎都在证明曾经有高度文明生活在地球上。要说他们跟月球有没有联系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百慕大三角跟埃及金字塔确实是有着联系，那就是北纬30度。世界上有无数的未解之谜都发生在了北纬30度，其中就包括了百慕大三角和埃及金字塔。那这些未解之谜我们在之后也会一一的讲到。而百慕大三角海底的这个水晶金字塔顶部有2个大洞，当海水流过时，大量的海水流进洞里，就会在海面上形成巨大的漩涡。这种巨大的漩涡或许就是独眼巨人号突然消失的原因。这种漩涡不仅可以引发海难，还能够形成电子雾，导致通讯设备甚至电子设备失灵。这也是为什么就连飞机飞过百慕大三角区都会失踪的原因。这种现象在很早之前哥伦布航海的时候就记录过。他在航海日记里写到过，他的船行驶到这片海域，遇到巨浪袭击，并伴随着罗盘失灵。等走出这片海域，罗盘才逐渐恢复正常。还有人说百慕大三角区经常出事，是因为有外星人在这里出没。在1965年，一架空军货机 C-119在百慕大三角区失踪，上面一共有10个人。恰巧在飞机失踪的这个时间段，美国的载人航天飞船双子座4号从这上面飞过，里边的2个航空员通过火箭的窗户就看到了一个圆柱形的发光的不明飞行物，于是就赶紧用随行的相机拍摄下了照片，就是这张。照片被公布之后，大家都纷纷猜测，当时消失的 C-119号货机就是跟这个 UFO 有关，而官方却没有给出回应。虽然科学家已经将百慕大三角区发生的很多未解之谜解开了，也证实了这里发生的事故都是正常事故，但是这么多事件都发生在这里，难道真的是巧合吗？那么在这里，今天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专门讲有关历史上的奇闻趣事、未解之谜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类的话题，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以后更新的视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